有很多人用了很多年的方法，不代表你用了很多年的方法就一定是对的和专业的啊。我刚刚已经非常清楚的告诉给你们了，12%的双氧和9%的双氧，在涂发根的时候，你不小心涂到头皮，对头皮是有很大的刺激的，因为双氧的这个力度很强。还有一个，打开头发的表皮层是需要染膏当中的氨和和双氧的，甚至我刚刚说的用基色加水2个调在一起，都可以把头发的表皮层打开。因为水当中有一个成分叫做什么？水的化学式是什么？ H2O， 也就是在水里面也是含有也是含有非常低度的氧的，它跟染膏当中的氨配合，也是可以把表皮层打开的。我们用基色加水，也是针对于这些抗拒性的白发先做先做打底。先做打底，打完底以后，我们再正常的去染，这样子我们抗拒性的白发，第一遮盖率方面会比较好，第二是什么呢？它的持久度会比较好，因为我们盖白发有2个，第一个要盖得住，第二个要持久，而不是说你当时盖得住去走出去以后1个星期左右它就退干净了，这个是不对的。你不可能人家盖一个白发可能几天就回来再重新去做这件事情，明白我意思吗？好吧 ，OK。这个我就不多跟你们说了哈。如果我现在给你们教的是专业的去做头发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觉得我用的这个12%的双氧，好吧，然后我们店里面就不碰头皮完全不碰头皮，只涂发根就能盖得住你觉得用的挺好的 ，OK， 你也可以不改，行不行我只是把我这个东西告诉给你，我不是强逼着你的，你就是不改，我也没办法去上那去抓你。是不是？我也没到你们店里面去抓你，我也不是干这个事情。但是在我的店里面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12%去盖白，这是不可能的，好不好 ？OK， 好吧。那这个呢，盖白这个东西呢，这个地方呢我就过了。在后面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针对于盖白的一些地方会给大家讲的，因为在选色的时候，在操作的时候也有会针对于白发的一些讲解也有一些讲解。好 ，OK。这个呢，就是我刚刚讲的个盖白发还有一个比例大家要记得，就是我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在第1节课的时候给大家讲的，就是我们说的染发的原理的时候，对吧？头发的表皮层的打开是染膏当中的氨配合双氧 ，OK， 才能把头发的表皮层给打开，对吧？打开了以后，我们说的颜色进去，双氧进去，跟氨配合，把我们的天然色素给染浅，形成底色。然后再需要我们说的氧化人工色素前体形成人工色素，染在了这个底色上，就是我们的染发的效果，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整个的这个盖白发它也是追寻这个原理的，好吧 ？OK， 好，盖白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只把这个专业的东西就告诉给你们至少我在这里盖白是从来没有用过超过6%的双氧大家也不要去杠什么日本的地方有9%的双氧你去日本去看一看，它没有%双氧，也是法律规定的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其实我们的这个盖白方面盖白我已经讲过了盖白已经讲过了。然后在盖白讲过以后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什么知识呢？大家看一下就是底色的知识底色的对大家的这种染颜色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说底色对大家说非常重要的呢？来，大家看一下就当我们把头发的底色在漂浅或者染浅的过程当中，除了这个颜色本身它怎么样变浅了以外从橙变成橙黄呀，再变成黄呀，甚至变成这种我们说的浅黄色以外，头发当中的空间怎么样？是不是也会慢慢变大呀？它的空间也会慢慢的变大。那这个空间变大，大家要记得，对你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期给大家讲改色的时候，大家就会用到这个头发的空间如果头发里面人工色素和头发的底色已经把头发已经完全怎么样吃满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没法改色的，你只有在这个头发当中要空出来一些空间，我们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去改色，因为它就已经挤满了，你没办法，色素都挤不进去了，
是不是？你怎么能够去改色或者对冲呢？是没有的。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点哈。一个是头发的底色不断的变浅的同时，头发里面的空间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你会发觉，当你把头发漂得越浅的时候，你摸上去头发其实会越来的越粗糙一些啊，你就能感觉到头发是慢慢空洞的，它让出来的空间也就会越来越多了啊，好不好 ？OK， 啊，这个呢就是大家要了解的地方啊。好，那就继续我们下面的课程啊。下面的课程呢，我今天呢会给大家讲到选色啊，第二堂课我会就把选色的一个部分讲给大家。那选色的话呢，我们要学些什么东西呢？大家可以看一下，选色。在选色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知识点大家可以学得到。首先第一个啊，选色是我把所有的染膏这些东西都可以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大家要了解染膏的种类，就是现在在市面上有多少种染膏，这些染膏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 ？OK， 那这些染膏在染头发的过程当中，它是在头发的哪一层？我们要了解市面上所有的染膏。还有呢，我们要了解双氧的用途。因为我们在氧化性的染膏在染头发的时候要配合双氧，对不对？在配合双氧的过程当中，到底我要选择多少度的双氧？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高度的？什么样的情况下选择低度的？啊，我也会讲到。然后呢，第三个大的内容会给大家讲什么呢？会讲色彩啊，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说哦，学基础染发要干嘛呀？要学这个3原色呀、3副色呀，还有这个2次色、3次色，还有综合呀，还有这些国际号码啊、数字的代替，对吧？其实3原色和对冲色和2次色，在我们染发当中，它的占有的比例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它只有一小块而已啊。其实色彩这个块它就只有这一小块。那这一小块呢，学了色彩以后呢，它包含了我们在染颜色当中的色彩的融合。甚至我们在调色当中的色彩的融合，所以第3块呢会讲到色彩啊、颜色这些东西。最后一块我会把分析和后面的染膏的颜色全部都结合在一起，来去给大家全部的来解析我们染头发底色是怎么变化的，我们的人工色素加到底色，最终我们的效果是怎么样去做的。所以在选色的这一步呢，啊，就今天后面这1个小时，还有下个星期的周1和周2，第3、第4堂课都会针对于选色，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工色素来非常详细的讲解。这2节课对你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要了解除了底色以外，我们要了解这些人工色素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接下来选色的这个大体的一个部分啊，好。那讲到选色的时候呢，大家要清楚的是有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我们在选色的时候，在跟客人沟通的时候，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有色板啊。我这里就随便拿了一个色板啊，就是我正好在手上拿了这个色板。OK， 那这个色板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应该去怎么去使用啊？其实大家要知道，客人走到你们店里来，跟发型师或者跟你在聊颜色的时候，我们是需要通过色板让客人知道你有多专业的。就是客人走到你店里来，或者如果是新客人，或者是稍微有一点点的老客人，大家要知道哈，就是你怎么能够让这个客人要知道你有很专业，这个非常重要，非常的重要，就是要让客人相信你要很专业，不是说哦我这个身上就是穿的名牌，对吧？啊，穿得很时尚 ，OK， 客人就觉得你很专业的，不是，这只有一些低端客人才会这么觉得，高端客人不会因为你的穿着打扮就会觉得你很专业，更多的高端客人除了你的穿着打扮以外，你是要跟他沟通的这个过程要很专业，沟通颜色的这个过程要很专业，所以这个色板呢对你们来说就会非常的重要，有很多的专业机构也会告诉你们这个色板是干嘛用的呀？啊，是不能够给客人看的。我也看过很多老师说啊，这个色板不用给客人看，因为客人也看不懂。但是你不让客人看，这个很奇怪，对吧？我染颜色，这个客人也不是那么的相信你，除非这个客人很相信你，对吧？不相信你的情况下，你不给他看色板，他怎么样？他没有一个对照，他没有一个这种清晰的感觉。
所以这个色板能不能给客人看？能给客人看，但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完全相信色板，就是你自己本身不能够完全相信色板。为什么？因为不管是国际品牌也好，还是国内品牌也好，很多的色板做出来的颜色都没有那么的准确啊！我测试了很多年，它都没有那么的准确啊！不是说你们想象中啊染出来的颜色就它的颜色本身就是这个，是没有那么多准确的。所以你们更多的是自己来了解。那色板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大家要记得啊，它举个例子啊，如果它跟饭店当中的菜单啊，饭店当中有菜单嘛，他们来比，你觉得它跟菜单一不一样？饭店的菜单是什么呢？啊 ，OK， 给了这个客人，客人就开始点菜了啊，我要这个菜啊，这个小鸡儿炖蘑菇啊，这个鱼香肉丝啊，这个宫爆鸡丁，好，那他就服务员就拿走了，然后这个菜就上来了。那我们的色板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菜单一不一样？如果我们的色板跟我刚刚说的菜单一样，你就跟服务员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你就跟服务员没有任何的区别。这样子客人会认为什么呢？他到你们店里来染头发，他只买了一个你涂放的服务而已，根本没有买你的专业。他认为来到你们店里，哦，我要这个颜色，好，你说好，我们就染这个颜色。他认为你就回去拿这个颜色调一下，涂在他头发上就是这个颜色。所以你在他心目当中没有任何的专业程度，他也不需要去依赖你，没有任何的，你就是一服务员，明白吗？所以我们的色板完全跟饭店当中的这些菜单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一定说这个色板像什么，它有点像什么呢？它有点像你们厨师的他自己的菜谱，就是厨师的菜谱啊。厨师你需要通过这些色板啊，你说调色也好，颜色也好，再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把这个客人想要的颜色，通过这些色板选择的颜色给它染出来的。所以它更像我们说什么？更像是厨师的菜谱，就你们是个大厨，大厨有自己的菜谱啊，我今天要做什么菜，要做什么菜，更多的像这个，而不是说给客人看的这个菜单啊，给客人看的菜单。好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色板哈。你们店里面应该每一个人都有色板，而且有一些店里面会有很多个色板啊，或2个品牌或者3个品牌，有很多个色板啊。你们店里的色板，假如说有50个颜色，难道你们店里只能染出50个颜色吗？不是，你们可以染出千万种颜色。为什么？因为每一个颜色在不同的底色上面啊，这里能看见吗？因为我们每一个颜色在不同的底色上面，它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对吧？演出来的效果是不同的，而且每一个颜色它可以淡化，也可以加深，而且颜色也可以怎么互相调配。你觉得这个颜色好像不够红，我们可不可以往里面加入红色？也可以。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够蓝，或者你觉得颜色太浓了，我把它冲淡一点，可不可以？它会出现无数种颜色，再加上底色，也就是说你们店里的染膏可以染出千万种无数种颜色。你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千万种颜色拿捏好，准确的染在你们客人的头发上，把底色控制好，颜色选择好，达到你想要的效果，这才是对的。所以在色板的这一块，我为什么要花这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这是你跟客人沟通最专业的一块，让客人非常信任你，觉得你是很专业的人，这是很重要的。千万不要变成一个什么这个过场啊！客人来说，哦，这个颜色好 ，OK 啊，我就要选这个颜色，好，没问题，我就给你染这个颜色。这么短的时间的沟通，你就浪费了让客人了解你专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机。那一般在这个色板上面，你们怎么沟通呢？假如说你跟客人，你首先说，哎，小姐，如果他当然拿自己喜欢的颜色了 ，OK， 那是他这样。如果没有的话，他看色板的时候，你会说，小姐，这里是我们一些颜色啊，不管是冷色、暖色是 OK。你不喜欢什么颜色？你先要问他不喜欢什么颜色。啊，他说，哎，我不喜欢红色 ，OK， 我不喜欢橙色。好，这些不喜欢的颜色，你脑海当中就非常清楚了。你一会儿就不要建议他去染这些颜色。第二个，清楚了以后说，那个小姐，你觉得这个颜色深不深，浅不浅？啊，我觉得这个颜色挺深的。啊，那就知道了哦，这个女孩子她是可以接受一些什么？接受一些浅的颜色的。
他认为的浅其实是蛮浅的，因为每一个人认为的深浅度是不同的啊，每个人认为的，你要了解这些。OK，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什么？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引导。什么叫做引导？就是你要引导客人往你的方向走，不要走偏了。为什么？因为客人不懂，有一些客人头发上满头都是暖色的人工色素。当你分析头发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头发上满头都是暖色的人工色素。如果他要染一个非常非常透的那种浅浅的冷色，对你来说是难度很大的。为什么？你要漂很多次，你是不是要把上面的人工色素都退掉？而且你还不一定退得干净。就算你退得很干净，你可能要花过1遍、2遍，甚至到3遍，你才能把底色退到这么浅，然后才能染这个效果。那对于客人他不知道，哎，我就想要这个颜色，就要这个东西，就要这么浅的，对不对？我就要这样子。那你是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呢？是不是？你也收不了多少钱。难道你这个价格如果收得贵，好了，我就浪费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对于他来说，他认为染发你中途收的漂发钱这些东西，他可能我不理解，我为什么我染颜色这么贵，他染颜色这么便宜呢？他不理解。所以在选色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记得，其实是一个什么？引导他的过程，引导他往你的思路走。你的什么思路？又快捷又什么？又方便的染出一个漂亮的颜色。